大家看，这是一张著名的照片，20世纪最著名的照片——坦克人。它象征了1989年6月4号中国人反抗暴政的勇气。我也想请大家在记住这张照片的同时，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就在拍摄这张照片的前一天，在1989年6月4号的上午6点钟左右，同样在北京的西长安街，距离天安门大约只有800米的地方，一个惨案正在发生。在那里，中国政府的军队用坦克从身后追杀学生，在那里造成了大量的伤亡。我当时就在那里，我是那个惨案的一个幸存者。在1989年的时候，我是北京体育大学的一名大学4年级的学生，也是一个运动员。在那个时候，我参加到了那场轰轰烈烈的追求民主的学生运动当中。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对这个国家都充满着希望。我们希望当时的中国执政党、当时的中国政府能够继续的政治改革，能够去抑制腐败、打击官倒，能够给人们更多的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真正的走向民主。可是，当时中国政府那些顽固的执政者、那些掌权者，他们最终罔顾民意，他们没有顺应我们这种民主的请愿要求，他们决定动用军队来镇压这场和平请愿的民主运动。1989年的6月3号，最高当局最终下令了用军事镇压的方式，他们动用了20万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北京。大约在6月3号的晚上10点左右，最高当局终于下达了开枪的命令。20万的军队从北京的四面八方，在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他们动用冲锋枪、机枪，向成百万的北京市民开枪。他们强行地从四面八方向北京城推进。百万的市民和学生涌上了街头，他们试图用自己的身体去阻拦这个军队。但是，那场悲剧就从那时候开始发生了。大约到凌晨2点钟左右，四面八方进入北京的这些军队一路的冲杀，造成了大量的市民和学生的伤亡，最终逼近了天安门广场。那个时候，我就和最后的大约有3000多学生，我们坚守在天安门广场，我们静坐在那里，我们围坐在天安门广场中间的纪念碑的周围。军队向我们包围过来，子弹从我们的头顶飞过，击中在纪念碑上，闪出点点的火星。一排一排的坦克从四周慢慢地向我们逼近，推倒了当时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女神像，碾压过我们学生曾经住过的帐篷。最后大约在4点钟左右，6月4号上午4点多钟，在荷枪实弹的士兵的驱赶下，他们从我们的身体上越过，冲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把我们从那里驱赶下来。最后，我们在坦克的逼迫下，从天安门的东南角撤出天安门广场。我们沿着
西长安街，准备撤回到学校的路上，走到西长安街六部口这个位置，大约是早晨6点钟左右，当时的天已经很亮了。西长安街上经过一夜的血腥屠杀，已经很空旷，因为军队已经完成了对天安门广场的清场。我们走到学生的队伍是很安静，也很有秩序地行走在西长安街的人行道和自行车道上。当我们走到那里的时候，可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突然从我们的身后传来了一阵一阵的爆炸声。士兵从坦克中发射出了毒气弹，在我们学生的人群中爆炸。正好当时有一颗毒气弹在我身边爆炸。当时和我走在一起的是我们学校的一位低年级的女同学，她因为在广场半夜的时候非常的担心，很害怕，找到我说希望和我在一起，因为他可能是唯一认识我的一位男生。我说没问题，我是一位男生，你和我在一起，我一定会保护你，给你安全。当时我们俩就这样手挽着手走在六部口的附近，正好有一颗毒气弹在我们身边爆炸了，一团2-3米直径的黄绿色的浓烟笼罩了我们。这位女生因为毒气的原因惊吓晕倒在地。当时我没有其他的想法，首先想到的就是赶快把她抱起来，向路边、向安全的地方转移。当时我们是从东向西，面朝西的行走。在我帮助她向路边转移时，我面朝南的转身中，我的眼睛的余光看到了一队坦克从身后快速地冲杀向了我的眼前。坦克前的那个长长的炮管仿佛已经压迫到了我的头上，我也没有办法多想，只能把这位女生尽量的推靠在栏杆上，使得她安全。我还站立在这个自行车道上，倒在了地上。就这样，我被坦克从身上碾压过去。当时是一种很挤压、很紧的一种感觉。我知道，哇，坦克压上了我。紧跟着，我意识到我被坦克拖行，我的身体在路上被拖行，咚咚咚的拖行了一段。然后坦克的履带撕扯掉了我的双腿，我掉落下来，然后滚到了路边，靠在这个栏杆上。就是这张很珍贵的照片，它记录了我当时靠在路边的情景。我非常感激当时的这位摄影者，他记录了这个画面，记录了坦克压人的这么一个真实的罪行。我很想找到他们，我也很想找到当时在旁边给我做紧急救护的、给我止血的这位。如果没有他，可能我也就没有办法获得抢救。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寻找到他们，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和他们一起来共同的回忆当时的场景，六部口惨案的场景。6·4镇压之后，我失去了双腿。其实从那时候开始，中国政府、中共当局就一直是想掩盖这个历史，歪曲这个历史，隐瞒这个真相。因为其实他们知道，军队镇压、坦克压人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行，所以他们想尽各种办法，动用国家机器，用强大的压力，希望人们去忘掉这个历史。所以很遗憾，我当时救助的这位学妹，迫于这种压力，她也否认了和我在一起的事实。也有很多人，当时的亲历者，因为中共的这种全方位的这种压力，他们选择了沉默，或者放弃了很多的真相。其实我也可以理解，因为当时在中国这种共产党无处不在的这种
高压统治之下，人们要想继续获得工作或者去获得学习的机会，没有办法。我可以理解我的这位学妹。我失去双腿之后，因为我是个运动员，我又重新的回到了残疾人的体育当中。我想，我还可以作为一个残疾人继续从事我热爱的体育运动，所以我参加了1992年的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在这次运动会上，我是2个轮椅上的全国冠军获得者。本来在1994年，我是应该可以代表中国去参加一个国际比赛，叫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的残疾人运动会。我要代表中国去参加这个国际比赛。可是当时最后中国政府取消了我参加国际体育比赛的资格，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我要去参加国际比赛，那么我受伤的原因就有可能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一直是想掩盖这个真相，他们不希望人们知道坦克碾压的学生在北京，在天安门的周围。6四屠杀至今已经有超过29年了。这29年来，我们没有看到中国政府、中国现在的执政者有丝毫的改变，他依然是严格控制。在中国，6四永远是一个禁忌的话题，人们没有办法去讨论它。在网络，在各种媒体、互联网上，人们不能够搜索到任何有关6四天安门屠杀的信息，包括我个人的名字。你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搜索和在美国互联网上搜索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中国的互联网和世界的互联网是完全不一样的2个信息。29年来，那些失去孩子的天安门母亲们，依然不能够去自由地悼念他们失去生命的那些孩子。每年都有很多人因为用各种方式去表达他们对6四的纪念，他们不想忘掉那段历史，都被中国政府残酷的镇压迫害，把他们投入监狱。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这样。所以在中国，如果要想保持真相、说出真相、追求真实，是要付出很多代价的。很幸运的是，9年前我在海外的同道，我的这些朋友们的帮助下，在人道中国的这个组织的帮助下，我来到了美国。现在我居住在美国旧金山。我只要有机会，我会去参加各种活动，就像今天这样，我会到各种场合，去到大学里和这些年轻人交流。我想把我的经历，把我所知道的6四的真相告诉大家。我希望大家不要忘掉那段历史，因为尽管29年过去了，6四的真相依然没有得到昭明。那些当年的刽子手，那些下达命令的那些责任人，依然没有得到问责。我们并不知道那个坦克曼王维宁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6部口的坦克到底碾压死了多少人，我们不知道6月4号那天晚上，到底有多少人的生命在北京失去。这一切都还是秘密。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对大家，有这么多学者，这么多人权活动人士，我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在有机会的情况下，向中国政府、向中国的现在的领导人去问问他们，现在的中国的人权状况，问问他们当年1989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谢谢大家。